我是乔儿。那我现在呢要前往我们的外汇活动场地，这是呢我人生第一次接外汇，所以有点紧张。那委托我的人呢是我们的前屋主，后来变朋友。那这一次呢，为了他老婆50大寿，他做了一个秘密的生日 party。那委托我做2个甜点，他的最爱，一个是巴黎布雷斯特泡芙，那另外一个是覆盆子果酱饼干。那我现在呢都准备好要过去 surprise 他。我们到地点了，好，有点紧张，走了。现在准备要进去了，然后我是 surprise 的人。这一次的生日惊喜派对，3个月前就开始企划了。先介绍我们的委托人，小当家呢都叫她鹰眼丽莎。Lisa 什么都会，我最爱她了。Lisa 呢，因为跟寿星2个人形影不离，很难有秘密，所以严禁呢我们跟她用电话或是简讯联系，只能用秘密的 email 通讯。女主人这个50大寿啊，她的 partner 真的很用心，因为她都知道她最喜欢吃什么样的甜点。我不相信，就是小当家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甜点。那你喜欢这种美式软饼干？好啦，对了，还有呢？还有什么？白色恋人是那个米兰饼。那代表我知道。好啦，你知道不公平，因为我录影的时候都有讲。我的食谱测试的差不多了，今天是正式的试做加拍照日。试做的时候，我有试过一次烤2层的泡芙，会翻车，不建议大家这么做。现在做饼干。哇，这不给你吃的，你下去。那这一次老板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做1口大小的巴黎布雷斯特，但是呢，这已经是我能够做最小部分。那你看到再小花的圆圈可能就会被合起来了。明天呢，老板就会来试吃。要维持它的高度，哇，超棒的。Okay, so I'm gonna bite it. Maybe, yeah. Is it good? Oh my god. You didn't do it just for video? No, and you know what? I've had it before, and I said the step is it's very sweet, but this is not too sweet. Yeah, It's just perfect. It's so nice. Can I taste it? Yeah, this is for you. She made the raspberry jam herself. It's okay. Perfect. Oh. Stephanie is gonna freak out when she sees you. She's gonna, oh my god. 耶，老板说 OK， 那食谱就这么敲定咯。今天要来帮外汇做台买，然后这是那个覆盆子，因为要做覆盆子果酱，是给饼干里面的夹心。这个看起来不错，所以我们都选这个，还有盖子。是我平常买面粉的地方 ，Arden Mills。巧克力砖不破。那顺便补一包巧克力豆腐，淡色的黑糖，你看深色长这样。本次的主角榛果1包，以防万一，蛋呢买30个好了，奶油呢也多搬几条回家。明天呢就是我们的秘密生日 party， 所以今天最重要的备料日。这一次呢订单呢有100片法式覆盆子果酱饼干，以及36颗巴黎布雷斯特泡芙，35颗是迷你的给宾客，然后那一颗大的是给我们的寿星。今天呢量很大，所以要请出我们最重磅的家电 Magic Mix。各路食材到位啊！这一次的出手好阔绰哦。第一步做菠萝皮，传统巴黎布雷斯特泡芙是撒满杏仁片，这一次呢，我想要结合菠萝泡芙的做法，额外盖上黑糖菠萝皮，多一种口感，也提升脆度。菠萝皮超级简单，奶油、淡黑糖搅拌均匀，加入面粉混合，包在保鲜膜内，擀成薄片，冷藏至少30分钟。下一步是榛果焦糖酱。
那它是我们这个甜点的最重要的一个元素。它做法就是把糖煮到焦糖的状态，然后均匀的裹覆榛果，再把它打成像花生酱一样的质地。砂糖煮到焦糖的颜色之后，加入热热的榛果跟一点奶油，然后快速搅拌，直到榛果呢表面都有均匀的裹覆焦糖。今天量做得很大，超过1公斤，几乎要满出来了，需要我仅剩的肌肉帮点忙。趁热倒在烘焙纸或细胶垫上，然后均匀的把它摊开。放凉之后会变硬，然后用手掰一掰成块状，倒入食物处理机内打成酱。这里呢是用很强大的 Magic Mix， 好像可以一次所以我要把剩下的加进来，不要太小看你万能的 Magic Mix。Go！ 超过1公斤的榛果焦糖，再来。Magic Mix 超乎我期待，很多食物处理机呢打这个坚果焦糖是会挂点的，但它轻松应付，而且还不用分次，大概打2到3分钟就够了。不要过度搅拌哦，坚果会出油，然后导致你的焦糖酱就会太流。榛果焦糖酱完成，接着是卡士达酱，需要很多颗蛋黄，加入砂糖搅拌均匀。倒入1半面粉，1半玉米淀粉，牛奶加热煮滚。这一步呢，通常是慢慢倒牛奶到蛋黄锅内的，但是呢，今天锅子太大，我根本无法一手抬起来，所以呢，变通做法，用汤匙呢，慢慢的把热牛奶倒进来，让蛋升温。已经爆满了，所以最后无法加牛奶，再把它倒回去了。再度倒回锅子内，开中小火加热，持续搅拌到整体变浓稠。看到这个泡泡散开啊，然后表面开始光滑，就表示它快好了。然后火可以开小点。卡士达酱煮到什么程度呢？底部呢沸腾冒泡泡，之后再加热约1分钟。另外一个判断方式呢是要闻一下有没有那种生粉味，要闻起来呢是有蛋香，然后有淡淡的甜味，才表示加热足够了。哇，奶油加完之后变得好光滑。最后呢加入几丁片，因为最后我们要挤花，所以通常卡士达酱是不用加几丁的。但为了让它的形状更立体，所以我们要加一点鸡丁。好，卡士达酱完成。最后一步是过筛，让卡士达酱丝滑柔顺，完全放凉。最可怕的卡士达酱大魔王过关，非常漂亮，质地滑顺。然后呢，用这个盘子装啊，是想说面积比较大，散热的速度会比较快。表面记得再封一层保鲜膜，才不会结皮。还有弹性，关一个。好，冷藏。哒哒，总共100片的饼干，终于烤完了。那呢，目前为止呢 ，so far so good。不过我今天原本设定的进度啊，是录到榛果穆斯林奶油霜完成，但因为现在时间呢已经非常晚，已经将近凌晨12点了。那我想说呢，再做下去呢，实在是有点太夸张，明天又还有1整天的工作，所以我决定把穆斯林奶油霜呢移到明天再做。好，今天呢都还蛮顺利的，明天继续 ，good luck。今天呢就是 D-Day 了，所以动作呢要更快。那我等一下呢要把昨天还没有时间完成的泡芙的馅料呢赶快来做完。那我希望他们吃到最新鲜的泡芙口感，所以泡芙我希望就是今天现烤现组装。好，那我们就赶快开始吧。
巴黎布雷斯特泡芙会这么好吃，都是因为它榛果穆斯林酱。昨天呢，我们完成的榛果焦糖酱还有卡士达酱，都是完成这个酱的元素之一。一开始先下整条奶油2块啊，食材呢下得非常大气，用桨状的搅拌头把奶油充分打发，接近白色。倒入榛果焦糖酱，再打个3分钟，奶油呢会变成很美的奶茶色。哇，颜色好美哦！但是我发现呢，好像会放不下，因为待会还有这么多的卡士达要放进来，所以我决定要开2机来打。现在把它分一半。卡士达酱事先呢放在室温10分钟以上退冰，然后一边打发一边慢慢的加入卡士达酱，让它跟榛果奶油可以成功的乳化结合。榛果穆斯林酱完成，这个酱呢坚果味很浓郁，口感轻盈，可以放在室温不融化，同时呢又可以做复杂的几花形状，非常非常好吃。麻烦了一点，但完全值得。过了这么久，要来做泡芙了。牛奶、水、奶油、糖跟一点盐加在锅中煮滚之后关火，一口气加入面粉，快速的拌匀，整体呢拌到没有粉类残留。再度开中火，把面团呢炒熟糊化，锅底会出现这个薄膜，大概炒1到2分钟就可以了。看那个锅底有薄膜。现在呢，让泡芙面粉降温，先搅拌个1分钟左右，降温，慢慢分次加入蛋液，每一次呢都确认蛋液有被吸收之后，再加第2次。成功的泡芙面团状态要像这样，拉起来之后会慢慢落下，呈现倒三角状。冷藏30分钟。终于呢要来挤巴黎布雷斯特泡芙了。那这一次呢的老板的要求就是要做得越小越好，所以我一路啊从这个圈圈从大实验到最后只有这么小，因为泡芙在烤完之后会膨胀很多，然后我们希望做成就是那种1口 cocktail 的 size， 所以最后就是这么小的一个圆圈。那当然你可以按照你自己喜欢的大小来做。那我现在呢先来帮他做记号，因为我要挤出那种圆圈的形状，然后符合巴黎布雷斯特当初是环法自行车赛，从巴黎到布雷斯特这2个城市，所以才有这个形状这样子。总共呢挤35颗小的，有1颗大的给寿星。沾点水来修饰那个泡芙的形状，撒上坚果碎，盖上黑糖菠萝皮。准备入炉，一次呢只能烤1盘哦。然后烤法是180度烤35分钟，关火，开个小缝，再焖个半个小时，把水分彻底烤干。泡芙长大需要靠水蒸气，所以烘烤期间绝对不能开烤箱。2台烤箱同时努力工作，我有点担心会跳电。好，焖够久了，赶快！呀，来不及了！耶，出炉了！我现在呢，泡芙有2盘已经出炉，2盘呢还在烤箱里面焖，然后把它整个焖干，然后才不会软掉。那我现在呢，因为时间已经有点来不及了，所以我要赶快开始组装。所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泡芙切一半，然后里面呢灌2种馅。现在呢约是晚上7点，预计9点半要送货，所以呢我现在看起来表面很镇定，但内心其实有点慌张啊，觉得来不及了。第1种馅是榛果奶油馅，是榛果焦糖酱呢混合一点鲜奶油，挤在泡芙的底部。主要的馅料呢是榛果穆斯林馅，先挤1圈当底座，然后在上面呢绕圈圈做挤花。
可以看到穆斯林酱它的光泽度很好，同时呢挤花的形状它也 hold 得住。如果馅料呢挤一挤开始变软的话，就进冰箱冷藏，它的线条就会变明显。第一盘完成，最后撒点糖粉装饰。好美哦！第一盘完成，赶快，没有时间休息了，紧接着是第二盘。寿星的大泡芙来了，要认真挤啊，不能有任何一点闪失。摆盘方式呢，跟我们之前讨论的一样，中心是大泡芙，然后覆盆子果酱饼干呢围在旁边，众星拱月。啊，有惊无险，还有10分钟，刚好可以换个衣服，准备送货喽。我们到地点了，好，有点紧张。走了。 Wow, okay, super. This is the whole thing? Yes. Perfect. Yes. Can you carry that? Yeah, I can carry You carry? that, yes. Okay, great. 现在准备要进去了，然后我是 surprise 的人。Patty breast, happy birthday, sweetie pie, and biscuit lunette. So if you don't have it tonight, you have to bring it home. It's amazing. Okay, you have to eat it. 太开心了 ，Stephanie 呢真的被我吓到了。她呢平常虽然看不懂中文，但是呢都会用 Google 翻译 follow 我的社群，真的很可爱。跟大家报告一下，当天 party 的客人都有大力称赞甜点好好吃，瞬间被扫光。身为甜点师呢，觉得非常欣慰。但呢，我最大的感想仍然是看到这对 couple 这么有爱，光是从筹备的过程各个小细节，就可以看到他们对彼此的用心。能够在这个有特殊意义的场合尽一点小小的心力，我觉得很温暖，非常感恩。下一集会跟大家分享覆盆子果酱饼干的制作流程，然后幕后的花絮分享，还有第一次做外汇的收入。我们下次见喽，Ciao。